范先生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这个小狗贼，用冰肌血肤膏把我的女儿骗得如此死心塌地。今天不把你杀了，我女儿这辈子一定会毁在你的手上。但是女儿杀了我儿子，仅凭我一人就很难威胁到王爷。那又何难？虽然唐一手已经死了，可他易容变声的绝技，太子他们都已经得到真传了。我只需要把默生易容成你的儿子，就能骗过吴三桂。范先生，你若是就这么把我给杀了，倩影一定会恨您一辈子的。我情愿他恨我一辈子，也不想让他后悔一辈子。受死吧！住手，樊先生，我有重要的机密之事要告诉你。娘，你现在就要说了吗？若再不说，你就没命了。四师傅，叶师弟，多谢太子，谢谢你们辛苦了。1个时辰以后，我过来换班。给。义父，三师傅，你们怎么这么看着我？你们的眼神好奇怪啊！没有，我们只是在商量该如何脱身。太子，你先进去大殿用点膳食，我跟你三师傅去守着秦氏母子。好。三师傅和义父，他们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你来做什么？我们平西王给你们晋王写了一封信。去。吴三桂说了什么？吴三桂说他有要事与我相商，诚心要我过去赴宴。晋王，你不能去，要谈在我们这里谈，你不能去他军营。无妨，吴三桂的侧妃还有他的儿子都在我们的手里，他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就算他是鸿门宴，我也去定了。吴三桂为而不恭，左爷有吩咐手下不可杀了我们，要活的，显然是另有企图。所以义父此去，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。太子，你果然机敏过人，乃我李定国之信。他若日后太子也能够胸怀若海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那就更是我大明之幸了。义父今日这话，似乎话里有话，真的是令人费解。你呀，真是要把朕给吃穷了。现在可以喝药了吧？哦，快点儿。哎呀，
你怎么吃个药都这么麻烦呀？那你小时候病发，家里又买不起这些东西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很简单啊，捏住我的鼻子，使劲往里灌呗。这个办法好，那朕以后就这么对付你了。但是，我喝进去以后，就会把药全都吐出来，因为药实在太苦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我的猪哥哥看我难受，就会上山帮我采很多野蜂蜜。但野蜂蜜没那么好采的，每次他采完以后，满脸被叮的都是包呢。李爱卿对你是真好啊。说实话，朕也想有这么一个哥哥，可是在这紫禁城内，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靠不住的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是在想，我有猪哥哥真好，也不知道猪哥哥现在在殿都执行任务，完成的怎么样了，顺不顺利？你放心吧，李爱卿功夫那么高，又会易容，又懂机关，江湖经验又丰富，肯定没事的。猪哥哥，对不起，你若回来发现我对龙小弟又割舍不下了，你一定会很失望很伤心吧。郡王，我就不和你兜圈子了。你们明珠谷的底细，我知道的一清二楚，但我没料到，你们这些前明的亡命之徒，居然能培养出那么多厉害的人才，不仅能混进宫魅惑皇上，还能蛊惑我吴三桂的儿子。我也没有料到，你居然派奸细安插在我明珠谷，而且还进入了朱明联盟的最高层。但是我想不明白，你既然知道我们那么多秘密，为何不上报朝廷？为何不派兵剿灭我们？这就是我为何对你们围而不公，并且把你请进我的营中做客的原因了。愿闻其详。很简单，我之所以留着你们，就是因为我对大清朝廷不放心。我知道，终有一天，他们自以为江山坐稳了，就会对我们这些归降藩王开刀了。我必须留着你们这些反清力量来牵制大清朝廷。一旦时机成熟，我还可以与你们合作。如何合作？2种方式。我不坏你的事，你也别坏我的事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。那第二呢？就是你我冰释前嫌，结为盟友，将来一起起兵反叛，打下天下后，你我分国而治。你在中原恢复你的大明国号，而我割据云贵川两广湖南湖北建国大周。如此天下虽然分了朱吴两姓，但它仍是你我的天下。如果2种方式我都不答应了，很简单，我只需要一道密奏，将你们的一切秘密告知康熙小儿。到时候我们两败俱伤，我建不了周，你也复不了明，反倒让大清朝廷渔翁得利。你愿意吗？我当然不愿意。但你吴三桂杀死了永历帝，是大明最大的罪人，我怎么能与你合作？我那也是形势所逼。大清朝廷对我疑心那么重，我不亲手杀了永历帝以表忠心，就会被多尔衮干掉，不然我怎么能保得下这么大一份实力呢？你我都是将领，咱们先联手把这江山夺回来，咱们自己的矛盾再自己解决，如何？吴三桂，你当年逼着我亲手杀死我结发多年的妻子，如果我跟你合作，你放心得下？你我都是干大事的男儿汉大丈夫，我相信你和我一样，不会因小失大，因私害公。那崇祯皇帝留下来的金钥匙和铜匣，我们又该如何分割呢？如今我手上有一把金钥匙，你手上也有一把金钥匙，还有一把
在台湾郑经手中。我的那把金钥匙，不是已经被你们用美人计夺了去吗？我们得到的金钥匙是假的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全体出动到你这平西王府来盗金钥匙。这就奇怪了。琪儿进京时，明明带走的是真钥匙。晋王，你不会怀疑我这会儿在跟你撒谎吧？既然我们大家都没有撒谎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鳌拜也安插了奸细在我明珠谷，倩影所得到的金钥匙，被那个奸细给调了包。如此一来，这里边真的通匣子和这个真的金钥匙，已经落到了康熙之手。金钥匙估计是在康熙手中，但康熙手中的铜匣却是假的，真的铜匣不知道被哪方势力给调包了。关于这个铜匣子和金钥匙，为了避免你我互相猜忌残杀，我们不如做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就是你我各凭手段获取金钥匙和铜匣子，然后汇总在一起打开宝藏，按各自付出分成，然后一起起兵，如何？好。你小子给我听着，如果晋王被你家老子杀了，我就把你剁成18块喂狗。范先生，晋王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待他和我父王谈妥条件，大家都会平安无事的。你老子会做善事，再恶的人也难免会做1、2件善事。晋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跟吴三桂已经谈好条件了。哦，谈的什么条件？此事说来话长，等咱们回到明珠谷以后再细谈。太子呢？倩影和他娘正在给老五收尸。太子说，唐一手是为了光复大明大业而牺牲的，所以他也要在一旁为他五师傅念一卷《金刚经》。太子重情重义，我相信将来他也会深明大义。太子，你来看看，可识得此物？义父，义父，诸位师傅，这是从武师傅身上发现的。这好像是清廷之物啊。没错，这腰牌是鳌拜特制的，专门交给他最亲近的心腹。我在鳌拜的府上见到过。那这么说，唐一手就是我们苦苦追查的清廷内奸。
如果他不是内奸，那他怎么会有鳌拜的亲信才有的腰牌？万幸，他阴差阳错的被吴三桂的奸细所杀。难怪小师妹那日在鳌拜府与那内奸交手，那内奸却手下留情，没有伤害他。如此看来，当初的那个内奸一定就是武师傅。只不过武师傅当时念及与一欢往日的感情，所以不忍痛下杀手。各位师傅，吴三桂又进宫了。不要紧，吴三桂的军中有朝廷的耳目，他们如果就这样把我们放了，他怕朝廷会怀疑他们，剿灭我们这些乱党不利，所以他就命令他的手下虚张声势，从东南西三面围攻我们。我们现在把秦氏和吴应期留下，从北面突围。晋王，怎么了？就这么把秦氏和吴应期给放了？这也是我和吴三桂谈好的条件之一。剑英、默笙，你们两个继续留在滇都。啊？我为什么还要留在滇都啊？虽然我们跟吴三桂结盟了，但是这个人阴险狡诈，不可相信。你们两个留下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可是，我爹不会同意的。既然晋王如此安排了，自有他的道理，爹怎么会反对呢？爹，你不是说再也不允许我跟吴应期接触吗？爹相信你会有分寸的，而且我们都应以大局为重，一切听从晋王的安排。谢谢爹的信任。奇怪，三师傅对倩影和吴应期之事，怎么突然转变了态度？义父和三师傅的言行都有些反常，他们一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。那个，大师傅，我不想留在滇都，我想跟着大师兄一起去京城。臭小子，还想挨揍是不是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胡思乱想，一切以大局为重，再胡思乱想，信不信我宰了你？义父，那武师傅的遗体该怎么处置？他不是你武师傅，他是内奸。放一把火，把他的尸体还有厢房一起烧掉。义父，武师傅虽然是朝廷的奸细，但从小对我也有养育教导之恩。如今他人也死了，也算是遭到了恶报，还是让他入土为安吧。太子如此仁义，我相信将来你一定会以大局为重，会以天下苍生为重。义父这是怎么了？似乎总是话里有话，他又为何要看着吴应期说这番话？义父一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。老大，你这手还没好就别逞能了，等好了再秀呗，啊？那怎么行啊？我喝了你的龙珠，不得有点回报啊？算你有良心。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那么难看。不丑，我绣的是两个人。两个人？嗯。哦，一男一女。你绣的是一对夫妻啊？不是，他们两个是兄弟。哦，那朕明白了。你绣的呀，是你和朕，对吧？那你现在还觉得丑吗？不丑，不丑，不丑。男的俊，女的美。好啦，大功告成。这可是老大我生平做的第一个女工，送给你。你哈哈什么呀？老大，你这个绣工实在是什么？不是老大，你这个
一面绣着2只肥鸭，一面吧绣着一对丑人儿。这平生第一次收到这么有趣的礼物。龙小弟，这个荷包里面可以装香，可以驱虫防蚊，提神醒脑。你会把它带在身上吧？老大，这个荷包小弟贴身藏着就行了。若是公然挂于腰上的话，是不是也太不成体统了？老大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啊，你是皇上嘛，皇上戴这个肯定有失体统，而且我也丢不起这个人啊。你终究只是皇上，不是我的龙小弟。在你心中，我对你的意义，终究也不过是有趣罢了。好了，现在唐一手已经入土为安了，清廷内奸这个隐患已经清楚了。只可惜，还没有查出来吴三桂的内奸是谁。既是内奸，就不难查处。现在嫌疑范围已经缩小到寥寥数人，我相信他早晚会露出蛛丝马迹，我们一定能把那个内奸给揪出来。义父，那我先回京城，向康熙复命去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会儿也要回明珠谷，刚好还可以同行一段路。晋王太子，我就不回明珠谷了，我要赶回山西追杀裘鬼，就此别过了。六师傅，那你自己多加小心，等完成了任务，赶紧回京城吧。京城还需要你的照应。放心吧，等我杀了裘鬼，解了倾城的后顾之忧，我就立刻回到紫禁城。好，告辞。太子，其实我已经查出谁是吴三桂的内奸了。什么？义父要等到六师傅走了之后再说。难道这个内奸就是六师傅？没错，吴三桂安插在咱们明珠谷的内奸，就是你六师傅，血衣居士。梅花门主，你怎么会来明珠谷？如今已经没有梅花门了。我梅花门上下200多人，现在除了我血衣居士，还有我的徒儿血倾城，其他人都被清兵给杀死了。义父，政绩确凿了，千万别冤枉了六师傅。太子，这可是秦氏亲口告诉我跟晋王的。受死吧！住手！樊先生，我有重要的机密之事要告诉你。娘，你现在就要说了吗？若再不说，你就没命了。说，什么机密？休想拖延时间，不然我杀了他！我知道那奸是谁。是谁？但我要等到晋王回来，确保我母子的安全，我才能说。当时我是铁了心要杀吴应奇的，秦氏为了救他儿子的性命，被迫决定说出内奸是谁。当时我觉得事关重大，所以就悄悄地把晋王叫了回来。我李定国对天盟誓，只要你说出谁是内奸，我保证你们母子安全。你放心，我虽然恨不得把你儿子杀了，可是我樊离乃是大明的臣子，我一定会听从晋王的号令。快说吧，你再拖延时间的话，我可没这个耐心。其实我也没有见过那个内奸的面。有一次我去给王爷送燕窝粥，远远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，戴着黑色的斗篷，从王爷的书房闪出，一跃就从房顶走了。
显见她的武功很高。虽然隔得甚远，未看清她的面容，但我肯定，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。女人的身影？你是说倩影？当然不是。倩影与我齐儿认识不过数月，但那内奸已向王爷传递了多年消息。既是女人，武功又极高，还向吴三桂多年传递消息，那在我们几个人中间，值得怀疑的人，只有樊夫人、唐一手，还有雪衣居士。幸亏秦氏，他还记得那次他看到黑影的日子，是前年的9月13日，而那年秋天，我夫人跟唐一手一直未曾离开过明珠谷，倒是雪衣居士一直在外面执行任务，不然就很难洗清嫌疑啊。我们都以为那个内奸是从屋顶的破洞进入房间，杀死了易容的唐一手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当时我娘给了我一杯水，我喝完之后就全身无法动弹。由于我臀部有伤，所以我只能侧卧背对着我娘。然后我就听见外面有嘈杂声，好像是厮杀声。接着房顶上就有声响了，好像是有一个人跳下来了。之后我娘就趴在我身上，我想问也问不出来。然后我的身体也动弹不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刚才清兵偷袭的时候，大家都出去御敌，我因为腿上有伤，所以只能留下来守护他们母子。我当时也听到屋顶上有响动，但是却无法分身进屋查看。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内奸由屋顶进入，杀了王妃。当我们看到屋顶破洞的时候，我们就以为内奸是从屋顶的破洞进入房间杀死唐一手，就没有怀疑到在外面跟我们一起御敌的雪衣居士。可当我知道这个内奸是个女人的时候，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，第一个冲进厢房的就是雪衣居士。王妃，王妃！我们当时都以为唐一手已经遇害，只是雪衣居士发现了他的尸首。但是很有可能的是，唐一手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不能动弹，而雪衣居士也假装发现唐一手被害，在翻过他身体的那一刻，把匕首插进了他的胸口。王妃，而且雪衣居士也有机会从我和樊离这儿拿到呆若木鸡散，下到唐一手和吴应奇的茶中，毒倒二人。晋王分析的不错，这些年雪衣居士经常单独出谷行动，其实就是向吴三桂通风报信。这一次，他又假借去山西追杀穷贵，悄悄地潜入滇都，把倩影和陌生的身份泄露给了吴三桂。什么人竟敢闯平西王府？你没想到吧？一路上与你朝夕相处的叶倩影和叶默生都是朱梅联盟的奸细，他二人根本不是兄妹，而是师姐弟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放可叹。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手握乾坤，仙风女子在云端，花开之间，留蝴蝶掌心清泉，天与地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还原，心中细流，回远方清泉，回首一生路漫漫。